今天必须取消周末补课，我们要休息。大考在即，学校都是为了你。放屁！这样行不行？周日给你们休，周六照常上课。我不信，立字据。吵什么呢？吵到老夫睡觉了。郑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又是凌风，这小子这个月第6回闹事了，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使不得啊，郑老，他还是个孩子。跳就跳，你以为我不敢？不是吧？我没想真跳啊！郑老，我错了。哟，还能说话？看来我力度轻了，要不补一脚？别，真错了。我已经跟院长说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由我亲自教。这个月周末全取消，大考前所有时间都给我练借力。要是过不了本科线，就打死你！这就是郑老开辟了小世界的4星戒者啊！凌风上次借力被打降0.1，这次怕是要直接跌回1.0。可他说的双休食堂的事儿也没种错啊。这小子我带走了。哎，好，郑老您随意。说，我听着。听我说谢谢你。这啥作业1天写完。？1天？这么多卷子你疯了？凭什么你坐沙发我坐板凳啊？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板凳接地气，我就爱坐板凳。别废话，考考你基础，说说对小世界怎么看？小世界是人类进化的阶梯，也是强者实力的根基。戒力等级到100，成为4星戒者，才有资格觉醒小世界。戒者阶段就是打基础，什么身体素质达标、戒力测试达标、抗揍测试达标。教科书上的废话。我问你，人体内的戒是怎么来的？不是神明赐的吗？网上都这么说。你家神明闲的，往你身体里塞个小世界，别信网上瞎扯。戒是人类自己长出来的，戒力到了门槛，离觉醒就不远了。觉醒小世界那得4星戒者，戒力得过100啊！我辛辛苦苦练半年，长了0.1，还被某人一拳打回去了。辛辛苦苦练半，你阴阳谁呢？有话直说，少跟我装委屈。你不作鸟，我能动手，也就宋院长他们惯着你。搁10几年前，你闹6回早被扔出校门了。是因为这几年天才越来越少了？不止。30年前蓝星内乱，5大势力打烂了半个人类文明，强者死了7成。仗刚打完，空间裂缝遍地开，异兽涌进来，人类只能退守大城市建城墙。这一仗，文明倒退50年，传承断了大半。现在地球92%的地盘都在异兽手里。看见这道疤没？当年战场上被魔翼鸟抓的。啊，不是，同学们都说是被猫挠的吗？混账！谁造的谣？你去告诉他们，被我抓到，统统关进体，关到毕业。你小子天赋不算差，别天天瞎闹，把自己耽误了。看看陈新瑶、宋子川给学院争光，你倒好，1个月闹6回，满嘴顺口溜，你想考研啊？如果可以，我是想。想个屁！研究生硬性门槛是觉醒小世界。哼，你戒力才1.5，给人提鞋都不配。郑老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啊！那加起来也60年了，我都入土了，看不见。这是地幔石，养身体有点用。
差不多能把你那0.1借力补回来。别多想，不是补偿你，就是看你可怜。回座位吧。好。借力621年，也就是20年前，5大巅峰势力联手在归墟和异兽兽皇决战，最终战败。天下国的常胜、岳两位至强者双双陨落，人类从此全面退守大东市，建起防御体系。这两位是必考知识点：常胜将军、岳将军，入侵时代的英杰，护了几千万天下人。常胜、岳，怎么跟我爸妈名字这么像？老杨手里的江南高等学院名额满了，圆圆的能保住，小峰的没挤进去。什么叫满了？我是退下来了，不是死了。杨平安连这点忙都打折扣，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。圆圆现在一星戒者，借力18，名校抢着要，保送都没问题。小峰这情况你也清楚，才1.6，其实是1.5。昨天被郑老一拳打下来0.1。急什么？我儿子没准大器晚成。现在成绩算什么？我像他这么大，连把科都没考上，后来不也去新馆当教练了？不然呢？江南高等学院是国家611重点学院，入门就得一星戒者。你现在确实差一截。没事，我文化分够，大不了考研究学院，毕业进研究所。这玩意儿到底怎么用？郑老给的东西怎么没了？作业写完了，技巧练完了。妈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挺重要的。说。有颗石头融进我体内了，好像。没发烧啊？妈，我没病。没病说什么胡话？去，别打扰我们看电视。著名科学家邱江毅于今日凌晨逝世，其私人笼舍惊现未知白色异兽，编号199地幔兽，他们居然人工繁育了这么多。爸，这地幔兽很厉害吗？厉害谈不上，就是皮厚肉硬，特别抗揍。我当年跟他们打过交道，不太好对付。这样。喂，我是林尚正。什么？小赵突破4星了？你等我，我马上带档案材料过去。你们稍等，我和你姑阿姨马上到。新馆有个叔叔突破4星了，我和你妈过去一趟。你晚自习结束去接你妹，顺便给她买点零食。爸，这点钱够买啥的？你上次谎报资料费贪的100块，当我忘了？资料费本来就200，你跟妈说要500，你贪的更多。闭嘴！我赚200，你赚100，不同意咱们就鱼死网破。听明白就眨眼。别露馅儿，我们晚点回，你们自己先睡。
林渊也太拼了，这么晚还加练。听说全力740多公斤，接力快19了。保送稳了吧？长得好看，文化课还 SS 级，这就是天才吗？巅峰速度20.8英里每秒，又涨了，这接力不得直奔20去了？恭喜啊，陵园！明天全力再稳一稳，接力稳上20，保送基本没跑了。谢谢老师，可惜没冲到21。不是吧？突破跟喝水似的。丁，您的外挂已到账。兄弟，你也来看陵园的？你怎么知道？10个人有9个是冲他来的，看见没？跑道边拿花的林一平，家里有钱，借12.1，追他好久了。左边穿黑外套的顾岩，借力14.2，比林一平还猛。还有个低年级的宁晨区，借力11.6，天天黏着陵园。那你呢？也来追他？美女谁不爱看？等会儿我还想去要个联系方式呢。跟新闻里刚去世的那个国家级学者同名。你看，我记了他的全力、速度，还有身高3维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揍你！你别乱来！哼，乱来，我揍扁你！别跑！给我停下！救命啊！哪来的俩菜鸟？这速度也敢在咱们操场跑？接力估计也就1到2级吧，怕不是翻墙进来的，叫保安吧。哥，你干什么呢？远远，离远点儿！这小子是个变态，偷偷记你3维。江毅，别跑！给我停下！你还敢跑？大舅哥，我来帮你，算我一个。大舅哥，等等我，别让变态跑了！大舅哥，我不是变态，救命啊！啊！小子，站住道歉！微型电磁炮，管制武器，他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快拦住他，别伤着学生！我走。怎么可能？同学，这东西是能随便玩的，跟我走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同学，要我拉你一把吗？放屁！是我一个人包围了你们，放我走！今天这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放是不可能放的，等你家长来再说。哥，你真没事儿？那像是电磁炮啊！没事儿，那小子的玩意儿估计是盗版的，打身上跟挠痒似的。我的。这丫头在外头大方得体，在家就是个小才女。哥，我看上的角色皮肤打折，原价380，现在才200，血赚100多。不买立省200。我就150，差50，借我。没钱。装什么？你上次谎报资料费坑爸妈100块，当我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猜我这150哪儿来的？老爸的私房钱。等我这学期奖学金发了就还你，数目不小呢。你上次也这么说，我压岁钱一半都被你借走了，至今没有。哥，等你妹妹以后赚大钱，10倍还你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别提了，管理机器坏了。这是新的星云盘，我刚买的。明天我要带2个3星戒者去分馆，你上学顺路帮我送到新馆，给你5书。
圆圆，差不多该睡了，明天还要上学。啊，妈，我游戏还没打完呢。不睡也行，交50块网费，允许你多玩半小时。这财迷性子，不愧是母女。这么沉，里面装的什么？记得把手放上面就能测戒力，正好试试。最近总觉得身体不一样了。2.8，还开了小世界，我怎么没感觉？小世界在哪儿呢？不会吧，这盘子刚买的就坏了？10、百、千、万，10万！我操，这玩意儿要10万块！明天送过去，打死都不能说我用过，真当成我弄坏的，把我卖了都赔不起。五叔，小峰啊，怎么这么早不上学了？我爸让我给您送星云盘，新的。哦，这事儿啊，行，放这儿吧。来都来了，喝杯茶再走。不了，五叔，我赶时间上课。戒力2.8，还开了小世界。我去，这不是上面找了好几年的天生觉醒的天才吗？小峰，别走，等我问你点事儿。完了，发现我用坏了。我就问2句话，这小子跑什么？喂，研究院吗？我天灵星馆武林国，这里有份天才测试记录，你们赶紧派人过来。对，戒力才2.8，连1星都没到，居然已经觉醒小世界了。应该没追上来吧？10万块啊，把我卖了都赔不起。就是这儿，周教授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本次事件负责人江毅。里面请，数据在办公室。就是这个，今早刚送到，我查记录的时候发现的，数据太反常，就通知了你们。戒力2.8，已开启小世界，实力还无法评定。吴先生，你先出去，我们排查一下设备故障。老师，这星云盘是坏了，说了多少遍，外面别叫老师。我现在这样子怎么当你老师？先生，东西没坏，数据是真的。啊，人体本身就有无数可能性，小世界的成因至今没有定论，1星觉醒的案例都有，2.8级觉醒不是不可能。先生，这台星云盘昨晚售出，今早是一个叫凌风的少年送来的。又是他。微型电磁炮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武器一切正常，没有故障。有意思，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宋哥牛逼，戒力居然突破4.0了！今年的校级奖学金和重点学院名额肯定是宋哥的呀！宋哥，分享分享经验呗。没什么经验，就睡了一觉起来就突破了，可能就是平时努力到位了，你们踏实练也可以的。安静，都回座位。今天咱们班转来一位新同学，进来吧，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江毅。这不是昨天记圆圆数据的变态吗？他怎么转这儿来了？你先坐宋子川旁边吧，他是班长。老师，他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能换个吗？那你想坐哪儿？坐他，凌风旁边。这小子绝对是冲我来的。江毅，还是跟宋子川做吧，凌风帮不上你。
宋子川文化课什么等级 ？A 级，才 A， 开什么玩笑？我用脚写都比他分高。但宋子川借力 3.6， 修炼上能带你，所以他打我更疼。行吧，你自己搬桌椅过去。好嘞。你到底来干嘛？你猜？猜什么猜？老实交代，不然我把你塞去宋子川那儿。别动手，别动手！我说，你今早是不是送了个星云盘去天灵星馆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上面的测试记录是你的？不是，答案都写脸上了。你也别紧张，我就是来了解情况，有什么难处跟我说。我上头有人，我上头也有一整个班的天花板。俩人居然认识，是林峰找来的帮手，好得很，正好一起收拾。周老师，真把异兽放这儿，万一伤到学生？放心，是地脉兽，防御力强，但攻击弱，速度也慢，普通人躲得开，出不了人命。江先生已经在学校里了，等他信号我们就收网。现在把他们放进去。林峰，你应该知道我来干嘛吧？您请，您先。我不是来上厕所的。不来上厕所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来就餐啊？班长，你爱好挺别致啊。地震了！地脉兽，洗手间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先生，地脉兽动了，您的诱导方法也太灵了。什么动了？我还没动手呢。啊！可地脉兽全冲着凌风的位置去了，有一头已经发狂了。怎么回事？完了，玩脱了！这玩意儿不该攻击普通学生的。周安林，立刻启动紧急预案！先生，最快也要5分钟，我们的人5分钟才能到。 5分钟，5分钟我都被拍成饼了。这是性格温顺的地脉兽。按理上是啊，地脉兽脂肪不攻，这是常识。常识个屁！该死，防御这么强！好兄弟，你还特意上来陪我？陪你个鬼！赶紧想办法把这玩意儿停下来，再闹下去，半个学校都得被他拆了。我能阻止他，早就动手了。还用你说？你的小世界呢？赶紧用，不然咱俩都得死在这儿。什么小世界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装？星云盘的记录不是你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听着，地脉兽腹部是弱点，想办法打那儿。开玩笑呢，我在他背上怎么打腹部？林同学，靠你了。滑铲啊！你滑铲掏他肚子！
刚才是不是听见宋子川声音了？幻听。哎，好像不怎么疼。这防御力是正常人能有的，还说没开小世界。江一发什么呆？激光炮怎么开？快说！红色按钮，最大档，对准腹部打。还说你没开小世界，正常人能被地幔兽拍一下毫发无损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又是电磁炮又是激光炮，还知道异兽弱点，我都怀疑这地幔兽就是你放进来。休战，我不往外说你防御力变态，你也别乱猜我的身份，怎么样？那这异兽怎么办？杀了地幔兽传出去，咱俩都得被研究所抓去当小白鼠。巧了，我就是你说的研究所的。管他呢，跑！找个地方装昏迷，就说什么都不知道。行。这头我拦下击杀的，这头不是我杀的。监控一开始就被撞毁了，找不到出手的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头大的足有8米长，能正面击杀它，至少得2星境者的实力。伤口是能量束贯穿，从腹腔炸开了内脏，看口径像是微型激光炮，但威力远超常规型号。有意思，咱们学校里藏了条大鱼。咱们学院除了您，没人有资格持有这种能制的武器吧？不好说，2种可能，要么是学生私藏了制式武器，要么就是有人在绝境里觉醒了小世界。极端应激状态下，哪怕不到1星界者，都有可能触发觉醒。你的意思是，学生里出了个天生觉醒的天才，是他杀了地幔兽？这个概率更大。能击杀8米地幔兽的能源武器，得国家级审批许可。咱们学生里没这种背景的人。星艺研究所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尸体上的痕迹，这人藏不了多久。真要是咱们学院出了这种天才，那可是天大的荣耀啊！先找人吧，别等研究所先下手挖走。研究所的人都来了，不会查到我头上吧？慌什么？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是你干的？全体同学请注意，请有序返回教室。本次异兽袭击中，有一头地魔兽被我校同学击杀，但因监控损坏，暂未找到这位同学。请这位同学听到广播后，即刻到院长办公室认领奖励。我靠！有人杀了地幔兽！会不会是宋子川啊？我刚才看见他浑身是血跑过去的，他借力3.6呢。1万块加保送，你不去领？你想去我不拦，就怕你进去直接被拉去解剖。怪了，1万块加保送，怎么没人来领？宋院长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本次事件纯属意外，后续补偿款会打到学校账户。没别的事儿，我们先撤了。别，周教授再等等，肯定会来的。院长，我来领奖。快进来！地满兽是你杀的？是我，刚才忙着清理身上的血，来晚一步。除了我，咱们学校没人有这实力。同学，我再确认一次，真是你杀的？绝对是我。行，带走。啊！干什么？周教授，您这是做什么？
地貌兽的血液带有轻度血脉同化效用，接触过异兽血的人都要带回研究所检测排查。宋院长，还请配合。爸，救我！我不想去研究所，爸。还好没冒头，不然被拉去解剖的就是我了。班长啊，自求多福吧。放心，就是常规血液检测，没感染，明天就放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全体师生今日下午放假，注意出行安全。郑老，这么巧啊！我正准备回家吃饭呢，您吃了没？少跟我嬉皮笑脸。听说你今天异兽事件里受伤了。可不是嘛，医生说了，近期不宜剧烈运动，得静养。别装了，我问过校医了，你活蹦乱跳的，屁事没有。哎，那儿还有一头地幔兽！跟我走！救命啊！郑老欺负学生了！多少人求着我带，我都不收，你还不乐意？郑老，我打算走文化课特长生，以后不想当记者。文化课研究再深，乱世里也护不住自己。这世界终究靠实力说话，真到了异兽破城的时候，研究员能顶什么用？你借力 1.6， 天赋本就比大部分学生好，离大考还有时间，跟我认真练。这套鞭法是我一位马姓师兄所创，最适合新人打基础，叫闪电5连鞭，一共5式，每一式都能引动电流淬炼肉身，进步极快。第一鞭，第二鞭，双鞭，第三鞭。这套鞭对肉身强度要求极高，不到1星戒者，连第2的电流烈都扛不住。以你现在的体质，能练好第1鞭就不错了。郑老，是这样吗？我好像学会了。不可能，没有1星戒者的肉身，根本扛不住3鞭的电炉反噬。你有没有觉得浑身发麻？肌肉烦痛，哪不舒服？没有啊，挺轻松的。电弧是真的，鞭子是真的，这小子的肉身是假的。凌风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郑老，您就在那儿说吧，我听得见。我让你过来，别逼我动手。郑老用电电人了！郑老欺负新生了！你小子给我站住！再跑就把你拴在珠子上练1下午鞭。站好别动，我测测你的肉身强度。郑老，有话好好说，这电一下半条命都没了。闭嘴，我有分寸。啊！这么疼？不疼。不疼你喊什么？这不是配合一下紧张气氛吗？别装了，我加大电流，真觉得刺痛就开口。
郑老，您这检测还附带烫头服务啊？我本来以为你只是天赋比常人好一点，现在看来远不止。那我是天才，算半个。天生对电流看性极强的体质，最适合觉醒雷霆类小世界。真觉醒了，操控雷电如臂使指，比你去当研究员有前途的多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你先回去，明天准时来练。借力50的电楼，都快摸到3星门槛了，这小子居然半点事没有。今天那头8米地魔兽，难不成真是他杀的？借力才1.5，却有这种肉身强度，多半是已经觉醒了小世界，自己还懵然不知。天生雷霆抗性，看一遍就学会闪电5连鞭前3式，这简直是为雷霆一脉蓝身定做的苗子。老郑，有事快说，我正堵着一头10元兽呢。天明，我找到个好苗子，借力才1.5，硬扛了我借力50的电流，半点事儿没有。马师兄的闪电5连鞭，看一遍就打出了前3式。你扯淡呢！当年我初次测试也就扛得住18，你也才15，1.5的借力扛50。我骗你干什么？亲手测的。父亲是新管教练，家里没人知道他的体质，应该不知道，不然也不会送进萧然中学。老郑，人你给我死死留住，这苗子要是能入我门下，今年的流派交流赛，咱们就能把当年丢的脸挣回来。马师兄的东西，总不能断了传承。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着？当然记着，你先盯着，我处理完这边立刻赶回去。当年马师兄应战林氏流派的天才，一招落败，雷霆一脉成了整个戒者圈的笑档。这些年生源凋零，差点断了传承，如今出了林峰这么个苗子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转机。不提当年事了，明天我坐最早的跨市航班过去，人你给我死死看住。放心，跑不了，我等你。没想到这巴掌大的学院居然藏了这么块璞玉，就是性子太跳脱，明天可别再出什么幺蛾子。上次那块莫名其妙就没了，这颗可得收好。啊！今天学校是不是出事了？短信说研究所的地貌兽跑进去了。你没受伤吧？就蹭了点小伤，没事儿。你们学校安保也太松了，这么大2头异兽闯进来都没察觉。换做江南一中，刚靠近城墙就被打下来了。对了，爸妈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。最近跟着郑老练体，消耗有点大，想买点补药补补。补药？一会儿你跟你妈说要烈焰1号，我有渠道能拿低价，剩下的钱咱爷俩55分，我刚好缺条烟。28分。你小子怎么回事？尊老爱幼懂不懂？我8你2，你那烟钱零头就够了，多了也是被我妈没收。唉，行吧行吧，就按你说的来。老公，我想了想，与其给小峰买烈焰1号，不如加点钱，直接上闪电3号。你疯了！闪电3号10万块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烈焰1号是烈焰食人花花粉做的，泛泛补个气血，提升不了多少。闪电3号是闪电猎豹的血提炼的，专门淬炼速度和反应力，最适合他现在打基础。大考越来越近，圆圆那边不用操心，小峰的戒力总得往上提一提，不然到时候连特长生的门槛都摸不到，耽误他一辈子。小峰想走研究路线，速度比力量重要的多。速度达标能参与的外前研究项目才多，纯力量增益不大。
道理我都懂，可10万不是小数目，只给小凤用，圆圆那边怎么说？圆圆我去谈，他已经摸到2星混沌镜的门槛了，闪电3号对他效果微乎其微，真要是需要，你偷偷去猎几头闪电猎豹就是了。我一个4星混沌镜去猎杀编号166的闪电猎豹，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当年说好彻底隐退的，一旦暴露实力，当年的约定就破了。你遮掩身份，速战速决，取了材料就走，没人能发现。你不去，我去。孩子一辈子就这一次大考，破一次规矩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那帮人还能因为这点小事揪着不放。先问问圆圆的意思，实在不行，我跑一趟就是了。小子，今天不用上课了，跟我走。郑老，我还有文化课呢。你上不上课有区别，次次满分的人上课不就是摸鱼？怎么会？我可是3好学生。行了，今天带你见个人。院长那边我打过招呼了。来的是我师弟，你叫赵老师就行。一会儿规矩点，别瞎胡闹，免得人家说我教出来的学生没正形。他就是来测测你的体质，就当普通借力测试就行。这事儿保密，连院长都没说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就俩人，不用这么夸张。我让你放松了。等人来了你还敢这样？我当着外人的面收拾你。郑老，你师弟不会不来了吧？不对啊，说好这个点到的。老郑，我来了。天明，你居然突破到那个境界了！幸不辱命。倒是你，这些年一直没动静。你也知道当年的事儿，算了，不提这个。检测仪器带了吗？那自然。高阶借力综合测试仪。天明，你这些年手笔够大的，这东西都能随身带。学院的临时借出来的，就是这小子吧？你电话里说的那个，就是他。昨天的数据我反复确认过，没问题。要是今天复测达标，你就可以带他走。郑老，我错了，别把我送研究所解剖啊！我就是个普通学生。老郑，你这学生还挺有意思。臭小子少贫，赶紧过去测数据。真达标了，送你去京都戒指学院，直接保破，比你当研究员强100倍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老郑，我倒要看看能扛50级电流的天才到底是什么底子。放心，绝对惊着你。借力4.8，电流抗性才3，这不可能！老郑，这不对吧？你说能扛50级电流，结果连雷霆一脉的入门门槛都没到，这种资质遍地都是。不可能！我昨天亲手测的，绝对是50级。奇怪，今天体内那股厚重的力气好像缩起来了，浑身都不得劲。凌风，昨天教你的闪电5连鞭，给赵老师打一遍。老郑，你昨天不会是喝多了吧？我坐了一早上飞机从京都赶过来，你就让我看这个？我骗你干什么？你看这痕迹，就是昨天测的时候电炸的。老郑，你想我了直接说，犯不着编这种理由骗我过来。谁想你了？话都说到这份上就没意思了。既然没有什么天才，我就先回了。
你昨天真甩出3鞭了？好像是，但今天浑身发沉，第1鞭都没摘住劲儿。不对劲啊，体质还能一夜倒退不成？不对，测试仪显示你戒力4.8，你小子什么时候偷偷突破的？我4.8？废话，机器测出来的。你老实说，什么时候长的？我这2天也没干啥呀，难不成是我天天扶老奶奶坐马路，老天开眼了？老天开眼，先批你这个没正形的。走，去学院测试房再复验一遍，确认准不准。没错了，你小子确实到4.8了。我居然4.8了，天降横财啊！那宋子川才4.0，以后我在学校不得横着走？先别飘，学校机器精度有限，放学去你爸新馆再测一遍，确认无误才算数。在这之前，给我安顿点，别到处惹事儿。放心，郑老，我3好学生，从不惹事儿。臭小子，你干什么？郑老，您先在里面歇会儿，我晚点来救您。这混小子真不干人事。林峰，长本事了，刚突破1点就敢把我锁屋里。我就是想试试我现在跑多快嘛。满意了，4.8就飘成这样。今年大考10几万考生，比你强的多了去了。你这点水平算什么？好不容易长了实力，还挨骂。但你能长得这么快，说明天赋远不止一次。我师弟今天没看上你没关系，等你突破1星戒指，江南高等学院的保送名额照样能拿到手。离大考还有3个月，好好练，冲击1星戒指不是没希望。上个月才1.5的戒力，长得实在太快了。我更想去江南研究学院，戒者学院卷得要死。戒者学院怎么了？有实力不走正道，去搞什么研究？记住了，只有戒者能守得住城池，护得住人。研究员顶什么用？研究学院摸鱼多香，犯得着天天打打杀杀。行了，今天先放你走。明天开始，上午文化课不用上了，来训练场找我，我亲自带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别装了，我亲眼看见一道雷霆落进郑红池的小院。雷霆小世界的强者，总不能是专程来叙旧的吧？肯定是冲你来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说说呗。想知道？不然我问你干嘛？耳朵凑过来，我悄悄告诉你。想知道啊？先交100块情报费，概不赊账。你掉钱眼里了。班长回来了。班长，研究所的人找你干啥呀？他们说我天赋好，专门给我定制补药，吃了药，大彩前突破1星戒者没问题。研究所闲的，给你这种水平花钱做药，这新生疯了吧？敢怼班长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研究所除非收钱办事，不然轮不到你。我猜是你爸掏的钱吧？你就是嫉妒。我有没有天赋，不是你嘴皮子一胖就能否定的。天赋？你文化课不如人，实力也不见得行，哪来的天赋？林峰，出来单挑，我倒要让他看看，到底谁没天赋。宋子川，你没事吧？他嘲讽你，你找他打去，冲我来干什么？快来看啊！8班宋子川要跟林峰单挑了，当众约战啊！宋子川要跟林峰单挑了。正好，当着全校的面，我好好教训你。
江毅这孙子，摆明了坑我。怎么，林峰，你怕了？行吧，本来想低调点当个普通学生，你们非逼我出手，我近战，操场见，别输了哭鼻子。吹什么牛呢？班长接力4.0，他不得被揍趴下？好，操场见，别不敢来。你故意的吧？安的什么心？气氛都烘到这份上了，你不上场露一手？昨天没测出林峰的底，正好借宋子川逼他把真本事亮出来。这笔账我回头跟你算。全校都知道了，躲是躲不掉了。正好借力4.8，收拾个宋子川还不绰绰有余。宋子川要跟林峰单挑了。这混小子刚从研究所回来就闹事，还找林峰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设备被人黑了，控制权抢不回来。建校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有人黑校园广播。赶紧去操场吧，学生都往那边涌了，再不去要失控了。宋院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林峰这臭小子又惹事儿。就是小孩子闹点矛盾，约着切磋一下，活跃活跃氛围也好。林峰那孩子天天闹腾，也该收收性子。让儿子揍林峰一顿，这小子以后就老实了。我是怕你儿子被揍得下不来台，要不还是取消吧，真出事不好收场。没事没事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合着这老小子还不知道林峰借力已经4.8了。上个月测宋子琴都3.6了，林峰才1.5，差距太大了。林峰赢？做梦呢！班长一拳就能给他砸躺下。真想当场冲下去收拾这小子。郑老，一会儿犬子下手没准头，还麻烦您及时拉开，别让林峰伤得太重，影响文化课考试就不好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宋子川不用救？犬子的底子我心里有数。不瞒您说，他最近刚突破4.0，速度、力量都上了一个台阶。林峰，昨天的账我今天好好跟你算。昨天的事儿，班长你客气什么？喜欢那味儿，我下次再带你体验体验。林峰，你就只会耍这些下三滥，有本事正面打。好啊，满足你。正好借宋子川试试，自己吸收地幔石后到底长了多少本事。4.0对4.8，硬赢不难，但要赢得出其不意。这不可能！就算借力4.8，也不可能一拳打加菲这么远。这小子实力忽高忽低。班长，你输了。小易，快叫小易！出拳的瞬间，借力从4.8跳到了8级以上。有意思，果然是你。宋学学脚趾、食指、右手掌骨3处骨折，右臂肌肉多处拉伤，至少得卧床休养1个月。好在他恢复力强，赶大考应该能恢复。当初是我担保，出事我负责，也是我拦住郑洪成叫停，这亏只能自己咽下。林峰什么时候藏得这么深？狠还是他狠？明明能一拳解决，非要先踩脚趾折手指，纯纯杀人诛心。以后可得绕着走。文化课 SSS 也就算了，借力还长这么快，肯定是郑老偷偷开小灶了。凭什么？我们老老实实练的，反而没人管。我一直是学院第2，如今林峰实力暴涨，我直接落到第3。郑老，您是不是给林峰用了什么特殊法子？这提升速度也太离谱了！我真不知道，别说你们，我现在都还懵着呢。不就给了颗地幔石，教了跳基础颠，哪能长这么快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这是准备跑哪儿去？还敢来找我？要不是你煽风点火，事情能闹到全校都知道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你要是乖乖挨宋子川一顿揍，现在早就在病房里躺着了，多清静。我先让你清静清静，信不信？别动手啊，文明人！我来是跟你说正事儿。你借力都抄宋子春了，变稳了吧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处心积虑挑事，到底想干嘛？没别的，就是好奇。我记得你大考想报江南研究学院，是又怎么样？江南研究院硬门槛是文化课 SS 加1星戒指，你不会以为靠谱就能进？中学本来就有研究学院送名额，我拿得到就行。去年就取消了，中学现在只剩江南高等学院2个名额，研究学院的早就没了。宋院长没跟你们说过，江南市除了江南研究学院，剩下的都不是611重点，经费少得可怜，项目全靠家里砸钱。你爸就是个新管教练，几十万的研究经费，你家扛得起吗？江南研究学院是我唯一能走的路。你跟我说这些，就是来泼我冷水的？当然不是，我有路子，能帮你拿到江南研究学院的。什么条件？下面还有细则，20页呢，慢慢看。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在这等着我呢，签了这不等于卖身给你们研究所。被你发现了。老实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转学过来就是冲我来的吧？我有个朋友对你的体质很感兴趣，开了大价钱想请你当合作实验对象。你说的这个朋友，是不是就是你自己？反正也没坏处，就是身上带点监测仪器而已。想都别想！哎，你再考虑考虑啊，那可是江南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。不就是个江南研究院？我自己考。单挑事件传开，一下午冒出3场挑战赛，实在让人头大。臭老邓又要抓我训练。五叔，我爸呢？中午出去办私事了，说傍晚回来，你找他。没事儿，我来测个借力。我这儿走不开，你自己测就行，会操作吧？会。差一点就5.0了，照这速度，大学前突破1星有戏。小峰，爸，快过来看，我接力快到5.0了。哎，爸，我刚才真测出来快5.0了。小峰，我和你妈可没教过你吹牛皮，做人要脚踏实地。你不信我，我再测一遍给你看。行了，别好高骛远，我给你搞了点好东西，回家按时吃。这次能升多少回扣？200，再往上猜，2000，不会是2万吧？妈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这不是火焰1号，闪电3号，你妈给了10万整，我跑了一下午才从渠道拿到成品。10万块，老爸大半年工资，这次家里真下血本。爸，回扣我不要了，你们都花这么多了，我就要你私藏的那份就行，剩下的。该给我妈给我妈。什么私藏？别瞎说！爸别藏了，闪电3号标价10万，拿原材料自己加工，最少能剩这个数吧？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？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不体谅你爸辛苦？说好的我8你2，我可以让1成，但你不能毁约啊，这不利于孩子诚信教育。行，给你2万，我拿1万，剩下1万还给你妈，行了吧？先放你那儿，密码是你妈生日，等风头过了，我再想办法取。别让你妈发现了。老林，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？没什么，我们先走。在这边。
哦。今日凌晨，3位国家级强者在边境陨落。这几年越来越不太平了，异兽潮一次比一次密，以后陨落的人只会更多。不是早就斩杀异兽皇了吗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异兽？谁知道呢？轮不到咱们操心，让上面的人头疼去吧。回来了，东西买到了吗？买到了，渠道商给打了折，顺便给圆圆也带了点小补药，还剩1万块，待会儿给你。还剩1万，这钱你自己留着吧，半年内别跟我要烟钱就行。谢谢了。臭小子，过来帮你妈端菜。吃完饭把药喝了，看看效果。1瓶5万，抵得上老爸小半个月工资。好难闻，就不能做成果味的？赶紧喝第1瓶，这么贵的东西，多挥发1秒都是几十块钱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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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就喝。怎么这么痒啊？小子，你忍着点儿，这药反应大，就是这种痒感。爸，你别说了，越说越痒。上次地幔石也是被他吞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肿瘤。儿子，怎么了？5分钟早到了，把这瓶也喝了。爸，我有点累，先回房了。脑子通透太多，之前难解的题一下想通。我明白了，只要能弄到足够的异兽材料，就能不断裂变出新的小世界，实力只会越来越强。一块地幔石3万，闪电3号要12万，凑够构建小世界的量就行，就是渠道不好找。江一路子野蛋总坑我，林一平能拿到货，却总缠着圆圆，选哪个都麻烦。妈，我下楼跑几圈。早点回来，明天一早你爸带你去新馆检测。知道了。1秒20米，配上之前的全力，戒力等级起码有8了，再涨涨，说不定能冲1星戒者。等进了江南研究学院，找个清闲专业躺平，谁爱卷谁卷去。哥，不是你们要吓死我啊！你怎么在楼下？你妈呢？在家呢，我下来活动活动。走吧，回家。别急着走啊，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交代一下？别看我，他翻我手机看见消费记录了。爸，咱们赚点钱容易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让你妈知道了，咱俩1分钱都剩不下。哼，嘿嘿，说吧，多少封口费？别紧张，我要的不多，就一点点。多少？好了，帮你清空了。
你把我购物车删了。是你说要清空的啊，我满足你了，可不许耍赖。你给我站住！凌风，来了。昨晚梦到帅哥援救凑在一起，醒来全忘了。等会儿先测全力，再测速。你昨晚喝了闪电3号，速度肯定涨不少，能到3.0以上，那就稳了。爸，我觉得不止这点。知足吧。闪电3号顶天也就涨4.2，你能摸到3.0，逼近4.0，我和你妈就烧高香了。老五，这么早，带我外甥女来测测。她爸妈连夜买了红艳 X 30万一瓶，就为了冲保送名额。红艳 X， 编号106的红艳血蕾花做的，那玩意儿可真舍得下本钱。萧然学院仅次于宋子川的尖子生，性格高傲。新瑶可以啊，破400公斤了，借力稳破4.0。他们是？这是你林叔，我同事，这是凌风，跟你一个学院。知道，天天在学校闹事那个。听说郑老亲自给他开小灶，学院里都传开了。正好看看人家怎么测的。破6.0了，红艳 X 果然没白花。宋子川才4.0，林峰顶多5.0，学院第一的位置稳是我的。多跟人家学学，你啥时候借力能到6.0，我和你妈就彻底放心了。听说郑老现在也带你训练，好好练不吃亏。那个，你眼睛是不是不太舒服？怎么总歪着看人？老五别介意，这小子嘴没把门的。你外甥女都突破6.0了，江南高等学院稳了啊！是啊，总算能跟他父母有个交代。毕竟红艳 X 是我推荐的，现在心里这块石头也算落地了。对了，昨晚也服药了吧？先测个全力看看效果。用了点儿便宜货，再补也是低端药，能涨多少？去吧，小峰，先测全力。好。请出拳。356，可以了，老凌，就比新瑶少50公斤，不算差。照这底子，最后冲到4.0没问题。不对呀，闪电3号不是提速度的吗？怎么力量涨这么多？全力增幅一般，速度可就不一定了。小峰啊，别泄气，还有3个月，好好练，务必追不上。五叔放心，肯定追上给你看。老凌啊，小峰这成绩真可以了，大考正常发挥。说，这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借力9.8呀，差一点就异星戒者了呗。不说，刚才说追上给你看，我没失约吧？可恶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凌，你昨晚到底给孩子吃的什么？效果能这么离谱？没什么，就闪电3号。你扯什么？闪电3号什么效果？我能不知道？能从1.5拉到9.8？你在哪儿买的？我给新瑶也囤10瓶。我找剑锋、剑红俩兄拿的原液，自己找人加工的。他俩前阵子跟队猎了头闪电落爆，多余的血匀给我的。爸，五叔，我快到点上学了，你们慢慢聊啊。郑老，早啊！每天放学来我这儿训练1小时，你昨天跑哪儿去了？
我昨晚家里有事。行，昨天欠的，今天补上。跟我走。还是闪电5连鞭。今天把第一鞭给我练扎实了，打不出来，你今天就别想走。上次赵天明白跑一趟，这老头还憋着气呢。郑老，那我要是打出来了，就能走？能。少耍花张，今天我眼睛不眨盯着你。行，您看好了。嘿，郑老，我装的，像不像？臭小子，我差点被你吓死！没事就赶紧练。第一鞭，第二鞭，第三鞭。我就知道，我那天没看错，我就知道这小子有东西。你合着昨天是故意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不想的，我控制不住他呀。刚才强行勾连地魔小世界消耗太大，精气神都快被抽干了，现在浑身发软。你别走，我现在给我师弟打电话，让他再过来一趟。哪怕这天赋时灵时不灵，也是实打实的雷霆一脉好苗子，绝不能错过。喂，师弟，是我。哦，又怎么了？又发现绝世天才了？昨天是意外，这孩子昨天没休息好，没发挥出来。今天我亲眼看着他甩出3鞭，轻轻松松，电流抗性是真的。所以呢？你再过来一趟，我保证这回绝对不骗你。这小子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都怪你个臭小子，搞得现在人家都不信我了。行了，这样，我把闪电5连鞭后2鞭也交给你，等你全学会了，咱们再去找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本来不想再收徒，但这苗子实在难得，亲自带出来，总比被别人挖个强。看好了。就这武士，全学会了，越一级对敌都不在话下。你现在就算借力4.8，吃套这套鞭法，对付1星戒者也没问题。郑老，其实我早上去新馆测过了，戒力已经9.8了。9.8？你确定？嗯，昨晚我爸妈给我吃了补药，今早测就快摸到1星门槛了。什么补药这么猛？闪电3号啊！放屁！闪电3号能一晚上涨5点？绝不可能！你爸肯定是给你用了更好的东西，瞒着你说是闪电3号。光凭闪电3号根本不可能有这效果。或许跟我爸没关系，是识海里的圆球昨晚分裂出闪电小世界，刚才动用白球的时候，金色那颗也跟着动。补药的事以后再查，先把本事练扎实才是正事。好。第一鞭，第二鞭，这第4鞭的电流强度，电死2星戒者都够了，他居然一点事都没有。你坚持住！我现在就给我师弟打视频，我直播给他看。千万别松手，把这套动作稳住，等我接通视频再说。老郑，你有完没完？赵天明，你不是不信吗？我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，我犯得着骗你？哈哈哈哈！看见没有，第4鞭都甩出来了。哈哈哈！赵天明，你得给我道歉，不然这徒弟我可不让给你。郑老，
好了没有？快了，快了。怎么样？这回信了吧？老郑，你倒是把摄像头转过来啊！我看你这张老脸能长出徒弟来。等会儿，马上就好。老郑，你特妈又拿我寻开心是吧？不是，是这小子没撑住。你是没看见刚才，他连续甩出4鞭，抗电等级高的离谱。你开心就好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臭小子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哟，这不是凌风吗？一天不见，怎么拉成这样了？赶紧扶我进去，不然等会儿揍你。最怂的语气说最狠的话，凌风可以啊，求我就服你。昨天还生龙活虎揍班长呢，今天怎么虚成这样？不会是吃禁药了吧？我听说有种药，当天猛的能打死牛，转天就跟死狗一样。正红旗难不成还会吸人阳气？那些圆球居然还会抽精气现神啊！地幔小世界管防御，那闪电小世界的能力又是什么？8班全体注意，全体不无意，现在立刻去操场集合。本月借力等兵统一测试。这测试不是还有10多天才到吗？还说呢，你昨天把宋子川打住院，宋院长怕再出乱子，直接搞了全校大检测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上午呗。你睡得跟死猪似的，谁都叫不醒。昨天跟你说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考虑个屁！你趁早打消念头，打死我都不干。你小子就没安好心。6班陈新瑶破6.0了。昨天出个凌风，今天来个陈新瑶，宋子川直接滑到第3了。陈新瑶居然到6.0了，他家真舍得砸钱买补药。等咱们班长养好伤，吃点好药，肯定比他强。得了吧，宋子川早就补过了，不然就他那点天赋，能坐稳第1？怎么，想跟我林哥比划比划？别说宋子川，就刚突破的陈新瑶，也不是我林哥对手。我林哥天下无敌！6班陈新瑶，听着，我凌风今天向你发起挑战，全校围观，一决高下。我去，凌风也太狂了吧！陈新瑶都6.0了，揍他还不轻轻松松？怕不是赢了宋子川就飘了？这根本不是我说的。江夜！怎么回事？凌风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广播里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昨天刚修好的防御墙，不知道又被什么人突破了。先把广播关电，赶紧修复。这凌风也太能惹事儿了，宋子川还在医务室躺着。陈新瑶要是再受伤，咱们学院今年的本科名额就全完了。新瑶，你必须应战，狠狠揍那个凌风一顿，太嚣张了。就是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就来气，你帮我们出这口气。咱们新瑶一出手，他估计直接就投降了。我都迫不及待看他被抬走的样子。早上在新馆亲眼见他测出9.8，我上去不是找揍吗？傻子才应战。陈新瑶，外面的挑战你也听到了，你要应战吗？不然，老师，
我认输。陈新瑶，你现在借力6.22，林峰未必是你对手，真的不考虑一下，直接认输太可惜了。我选择认输。打都没打就认输了，他是觉得自己打不过林峰？不能吧，借力差不少呢。我去，本来还想看林峰挨揍呢，结果不战而胜了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你小子故意坑我是吧？你猜？少贫，作案工具交出来！什么作案工具？你黑广播的东西，赶紧拿出来！就这个？对，我在学校广播系统里植了木马，学校那几个信息技术老师绝对查不出来。怎么用？红键按住说话，松开关闭，蓝键复位，绿键变身。就用这玩意儿陷害我，再有下次，直接踹你屁股！新瑶，这是给咱们班争光的好机会，你干嘛直接认输啊？就是啊，林峰怎么可能是你对手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早上新馆里那9.8的数值还历历在目呢，上去应战纯纯找虐。宋子川，老师，宋子川还在医务室躺着呢。哦，对，忘了。那下一个，凌峰。到。上次测才1.5，这次估计能到4.0了吧？差不多吧。4.0确实不错，但也别骄傲。陈新瑶那孩子就是不想跟你起冲突，做人要谦虚，懂吗？懂，听安老师的。行了，上去测全力，老规矩3次。得嘞。难怪昨天能一拳打飞宋子川，这拳力确实够，但跟陈新瑶比还是差远了。速度估计也就10到12米每秒，到顶了。去赛道测速度。好。实地跑步测度误差小，最能反映真实水平。预备，跑！巅峰速度21.2米每秒，这不可能！按这个数据算，借力等级9.9375，约等于9.94，只差0.06，就突破一星戒者了。2天从4.8爬到9.94，这体质简直离谱！我的天，林峰居然9.94！差一点就是一星戒者了。之前还觉得他嚣张，原来人家是真有本事，难怪陈新瑶直接认输，换我也不敢打呀。唉，怎么就差一点儿？还以为今天能突破呢。凡尔赛，确实服了。周安林，取消另外3所学院的计划，把所有资源全部倾斜到校园中学。老师，您确定吗？这太突然了。废话，凌峰是绝佳的实验样子，列为目标序列 No3，监控等级提升到 A 级。可他现在的身体参数还达不到服药标准。少废话，按我说的做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负责。这小子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膝盖再往下蹲，腰挺直，手发力的位置错了，别划水，就这强度练一下午也没用。借力高了不起啊！林峰别逛了，宋院长找你，跟我走一趟。请进。林峰来了，坐，别客气。宋院长有话直说，你再往前凑，我可喊了啊！
别紧张，就是跟你聊聊升学的事儿。我听说你一直想拿江南研究学院的早送名额，可别听他们瞎说，我哪敢想那好事儿。不过要是真有，我也可以勉为其难收下。实话跟你说，咱们学院的江南研究学院保送名额去年就被取消了。哎，林峰，你别急着走啊，我话还没说完。名额都没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国家和学院对在校一星届者的扶持政策。只要突破一星届者，国家补2万补药，每月800终生补助。学院这边再补3万补药，外加保送名额。文件上写的是江南研究学院，现在名额没了，怎么算？我可以给你江南高等学院的保送名额，再加3万补药，届者学院才更适合你。不去，突破一星就能考研究学院，我自己考也能上。万一考不上呢？保送才是最稳的。路不对，走的硌脚，我就要研究学院的名额。你干什么呢？看看周边哪个学校有研究学院保送名额，现在转学应该还来得及。哎，别着急呀，不就是研究学院的名额吗？我去争取，应该有戏。人家有3个研究学院保送名额呢。别，林峰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定把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给你拿回来。拿不回来，我这个院长就不当了。宋院长，刚才这话我可都录下来。你还录音？没全录，就录了关键这句。我等着宋院长的好消息。凌峰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定把江南研究学院的名额拿回来。拿不回来，我这个院长就不当了。大家都听见了啊！宋院长亲自承诺，拿不回名额就卸任。来，咱们一起为宋院长的勇气鼓个掌。2星补药5万，月补1500；3星10万，月补2500；4星30万，混沌境强者50万，月补8000。可我还是想进研究学院，打打杀杀的日子哪有做研究踏实？这是上辈子就埋在心里的念头。想当研究员，早说啊！这方面我懂得可比你多。你闭嘴！卖身契我绝对不签。没让你签，咱目标有重合的地方，不用卖身也能合作。你叫我声爸爸，我就信你。这是内部整理的研究院招录资料，外面和图书馆里都找不到。研究员也能觉醒小世界，那为什么借者圈总看不起研究员？那都是外行瞎说的。研究员数量太少，天下国又没顶尖的研究员坐镇，才显得弱势。我的小世界就是感染 TX 病毒之后才出现的，难道病毒觉醒本来就是研究员的一条路？就算能觉醒，为什么还是被人看轻？因为成长曲线差太多了。借者的小世界进化反哺自身，4星入混沌境，小世界混沌初开，再往上是凌空境，小世界衍生引力，能飞天遁地。难怪赵天明能御雷从天而降，原来已经是凌空境。研究员的小世界是自身反哺世界，没到凌空境之前，肉身弱得可怜，同级对仗连借者3招都接不住。以前就出过4星混沌研究员，被2星借者追着打的事，居然差这么多。所以你现在要是突破1星，追着4星混沌研究员打都没问题。没到凌空境，研究员跟普通人没多大区别。那你说的顶尖研究员，凌空境的研究员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小世界里能孕育生灵，放出来以1敌10，一个人就能扛住2级异兽潮。全球最有名的紫电研究院在亚美利达，那位首席的实力不比咱们国家几位将军差。如果研究员足够强，
体内是不是能同时养好几个小世界？理论上可以，但喂养小世界要耗海量精神力和资源。有人把自己吸干了都没成一个，也有人养好几个。统日万千生灵，一人顶一支军队。地幔小世界能孕育地幔兽，闪电小世界能有闪电猎豹。真到了那一步，我站旁边看戏就行啊！别想得太美。研究员之所以少，就是因为既要天赋又要砸钱，还得耐得住寂寞熬到凌空境。多数人栽在最后一步，一辈子碌碌无为。前世做研究的时候，太懂这种熬到一场空的绝望了。听完这些，你还在想当研究员？总有人要第一个去摘月亮，他们不敢做的，我来做。就算失败了，也离星辰更近一步。我想当研究员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你这人有点意思，谢谢。你也挺有意思。咨询费12000，结一下。老郑这是铁了心要抓我去训练啊！突破一星得催生新的小世界，材料得选对，不然精神力被吸干就亏大了。好材料动辄10几万，根本买不起，便宜的又看不上。老爸就给3万，其中1万还是他的私房钱。小兄弟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这是编号102地龙像的象牙，老物件，乾隆爷盘过，保你荣华富贵，8万拿走。乾隆爷那时候有异兽，你当我不读历史是吧？稍微夸张了点儿，诚心要3万，我急用钱。地龙像排名不低，体积大，说不定能催出新小世界。什么地龙象牙？这是编号506蛇尾象的，2星界者能打一群，也敢卖3万？1万，一口价，爽快拿走。100块都不值。95，给钱就卖。买材料怎么不叫我？我门儿清，能帮你避坑。咨询费多少？咱们这关系，谈钱伤感情。你搅黄我生意，赔钱。我那是救你，救我也得赔钱。你这性格到底随谁啊？刚才那摊位上有个编号158翡翠天丽花的花瓣坠子，虽然破损了，看看价能拿。我妈有个一模一样的，是我爸当年的定情信物，正品值8万。你怎么确定不是假的？算了。被你一闹，他该起疑心了。往前看看吧，要好用还不贵的。跟我走，我知道地方。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。医院里也卖异兽材料。别问，信我就对了。这些是什么？都是异兽边角料磨的粉。能做补药基底，植物类的还能入药强身。你买材料应该是做补药吧？这里的粉性价比最高，说不定适合你。给你科普下，这个是编号166闪电猎豹的骨粉，一般就做装饰添加剂或者补钙，预防骨质疏松，没别的大用。这个红的是编号106红艳血泪花的花瓣磨的粉。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补气血，是补药里常用的基底。你要是囤材料，这个可以收点。我去，120块一克，这价格也太离谱了！我全部身家加起来都买不了多少。唉，我再看看别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叫我一声爸爸，我送你100克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你带了多少钱？我能叫到你破产。叫爷爷也行。不过得加倍，就看你舍不舍得了。我舍你个大头鬼！林峰，你能再无耻点吗？你要是愿意，我还能更无耻。不跟你扯了，
最近兴义研究所在做新药临床测试，受偿者直接拿10万块酬劳，实验前签正规保险，出了事国家担保。这是地址，你过去找周安林教授就行。10万块确实诱人，但研究所的实验会不会有风险？从这排到那排都给我包起来！大舅哥，你谁啊？我林一平啊，上次你去接陵园的时候，咱们见过的。小变态，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陪林峰来的。你想动我，先过了林峰这关再说。大舅哥，这变态出多少钱收买你了？没关系，我出双倍。忘了这小子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了。林一平，你什么意思？想抢人是吧？抢了又怎么样？就你这小屁孩，我一拳能打10个。不服出去比划比划，我怕你。忘了上次你是怎么被我轰飞的了？那是我大意了。我现在戒力18.2，马上就2星戒者了，会怂你？有本事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那个编号132石元兽的粉末50克，编号1006红艳血蕾花的粉末50克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万。1万是吧？刷吧。1万块就买这么点儿，希望能催出新的小世界。林峰，别跑！你给我等着！你跑这么快干什么？东西都买完了，不走留着当门神。我又没多少钱，耗不起。合作的事儿还没谈呢，免谈。你小子肯定又想坑我。怎么回事？2级伤亡预警，靠边站，别挡着救援通道。怎么了这是？看车牌是从前线下来的，难不成外围防线出事了？力量确实涨了一点，难怪说这东西补气血，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被拉入识海。看来普通粉末的量还不足以催生新的小世界。1200一杯茶，这哪是养生，分明是烧钱。喂，林峰，你在家吗？立刻来城外废墟东区，有紧急情况。紧急情况？什么事？刚检测到3级异色潮异动，有几只灵空境异兽突破了外围防线，正在往城区靠。你之前不是想苟到灵空境吗？这次是实战机会，但也极度危险，来不来你自己定。地址发我，我马上到。狗这是为了慢慢变强，但家园都到眼前了，总不能缩着。你还真来了，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真遇上异兽，我未必顾得上你。我知道，总不能看着他们闯进城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探明3只灵空境嗜血类异兽，攻击性极强。我们已经折了2个兄弟。3只，而且还在往这边聚集。你要是怕了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走。对了，这石元兽粉末能不能临时提一点实力？你居然有这个？这本来是造武器的材料，直接用效果有限，但聊胜于无。足够了。小心，他们鳞甲坚硬，专攻下盘和眼窝要害。这硬度比石元兽壳还离谱。
别分散，合力打一只，逐个击破。硬得跟铁块似的。有效。凌风，撑住！凌空境的异兽果然难对付。你可以啊，第一次对上凌空境异兽就单杀了一只。刚才那拳什么名堂？威力够劲，就是10元授粉催出来的天赋，叫高压重击。对了，这些异兽尸体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鳞甲、獠牙都是造武器的好材料，能卖不少钱。正好能补上我买粉末花的4000块。这几只鳞甲狼材料都挺完整，能卖个好价钱。大家平分吧。这次多亏了你打开局面，你多分1份。不用，大家一起拼的命，平分就好。有天赋，敢拼命，还不贪财，这小子确实不一般。狗着发育没错，但真正的实力还是得从实战里磨。猎杀异兽太险，做买卖没本钱，这钱怎么这么难赚？哥，爸妈说周末带我去新馆考2级戒者证，你去不去？我去干嘛？对了，圆圆，你知道什么靠谱的赚钱路子吗？天下国刑法。我是说不用进局子的那种。有没有那种不伤身体、正常一点的？别整这些奇奇怪怪的。给我买新游戏机，我就告诉你。太贵了，不买。啊，那就没路子喽。本来还想带你发财，看来你没诚意。游戏机多少钱？3000，现在下单还能领优惠券，立减5块。我是缺那5块的人吗？我缺的是3000。你别装了，你跟爸联手坑妈那么多钱，3000算什么？游戏机买了，该说你的路子了吧？我的计划叫赋能未来，底层逻辑是打通信息屏障，构建舒适用户生态。顶层设计是聚焦用户感知，通过差异化与颗粒度精准服务用户。投资资金呢？里面有爸的1万，剩下的是我全部家当。月圆，咱们这项目什么时候能回本？回本啊，等我考上高等学院再说吧。要这么久？本来就是投资我上高等学院的计划，当然要等我考上啦。你这是诈骗，还说什么打通信息屏障？对啊，创建舒适用户生态，用户就是我，我就是用户，有问题吗？那顶层设计聚焦用户感知呢？就是以我的感受为中心，所有资金为我服务。圆圆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这样的，哥对你太失望了。谁让你先上我购物车的？兄妹哪有隔夜仇？一旦隔夜，那就是大仇。那卡里还有爸的1万块呢。放心，我会还他的。哥，等我考上高等学院，这笔钱加倍还你。你上次欠我的50还没还呢。人物嘴缘1号，用编号232烈焰食人花做的，外面大几千一瓶，这波好像不亏。钱还是不够啊。星艺研究所参加实验到底会不会有危险？
有官方背书，周安林教授也是业内靠谱的人，10万酬劳够开一个新的小世界了。老师，凌风真的会来吗？肯定会，他急缺补药和钱。昨晚刚买了一小药粉，正愁没路子。那为什么只重点观察他一个，还有好几个备选对象呢？他不一样，没准能给我们惊喜。之前的打斗视频你分析完了？分析了，但完全找不到他借力暴涨的原因。老师，是不是您私下给他用过药剂？用你脑子想想，可能吗？是，老师教训的是。去把实验用药丸准备好，他今天到了就直接测试。明白。老师，都10点半了，凌风还没来，会不会不来了？再等半个小时，11点不到就撤。什么破研究所建山顶上，累死老子了！凌风，你总算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是来赚那10万块的。说好啊，钱是我的，你别抢。扶我一把，腿软了。你这是来闯关的？山脚下有缆车，你爬山路干什么？我去，还有缆车，亏死了，白爬了1个小时。赶紧进来吧，实验要开始了，把装备脱了，这里很安全。不行，我细皮嫩肉的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下手？请。编号99到700的异兽标本，我们这儿基本都有。最强的到凌空境，最弱的也是1星起步。你以后在城外看见形状奇怪的碎石堆，千万别靠近。合着这玩意儿是异兽界的老六啊！前面就是实验中心，今天其他测试者都走了，你是最后一个。我是最后一个，那他呢？他已经测试完了，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，奖励和10万块已经打他账户上了。他这小身板还能符合要求？怎么不服气？我能拿到，你可未必。怕过不了关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试试就试试。请进。这是监测手环，会实时记录你的身体数据。签了知情协议，咱们就开始实验。这里面是测试中药丸，选1枚进测试场服用就行。不会吃死人吧？放心，对人体无害，和普通补药原理一样。真有问题，安全局早把我们查封了。那我现在给安全局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远程盯着我测试。大可不必，人家也忙。这3枚药丸分别是编号147荒漠沙狼、166闪电猎豹、285蛮牛兽的精血制成的。你先吃1颗我看看。等等，我来选。我这种体质吃了没用，才需要找你们这种适龄受访者。只要吃了就有10万报酬。对。总算把这小子哄进去了，就看他能不能激发出古药方的力量。老师，您为什么对他这么有信心？他戒力不算顶尖，说不定就是靠补药堆上来的。你懂什么？你见过没到1星界者能硬扛微型电磁冲击的？这药方是我们从古文明遗迹里挖出来的，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能激发全部威力。你们都不行，不然我犯得着这么折腾？是，老师说的是。别废话，盯着数据，等他服下药，全力记录身体指标。测试者03号可以服用药物了。测试者03号，谁是03号？骂谁呢？是你，赶紧吃药。PPD 147号对应荒漠沙狼的古文明药剂，能短暂激发嗜血狂妄，速度力量双重增实。盯紧它的数据变动。凌风，你没事吧？有什么感觉？
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，跟嚼沙子似的。你们就不能做成草莓味儿的吗？身体数值怎么样？有增幅吗？没有，只涨了2%左右，和普通人吃普通补药没区别。不可能，以林峰的天赋，反应不可能这么弱。老师，看来您这次看走眼了。我们测了这么多人，这药剂好像只有在您身上能完全成效，林峰也一样。10元授粉好像长了点力量，但不多。10万块到手，刚好能买更多材料裂封小世界。要是他们敢赖账，我就敲一块大厅的10元授标阵走，效果应该差不多。老师，已经超持1倍了，要不宣布实验失败吧？连林峰也激发不了古文明药物的力量。老师，再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实验失败，处理后续，把人送回去吧。03号测试者，你可以出来了，测试结束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你们点的外卖被人偷了？10万块已经打你账户上了。今天之后，咱们应该没什么机会见面了。真的？钱到账了？那感情好啊，双喜临门。你就不好奇这药物是研究什么的？不问不问，问多了你们再杀人灭口。知道的越少，活得越久，这点道理我懂。少看点电视剧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，我还忙着呢。本来你要是达标了，还有额外20万奖励，现在嘛，只能拿基础的10万了。多少？20万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会儿也没什么事，要不你给我讲讲，这药物还有达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的药物原型是从天下003号古文明遗迹发掘的药方复原的，理论上服下后能激发对应异兽的天赋能力。你吃的荒漠沙狼款能激发嗜血狂盗，但你身体没任何反应，所以实验失败了。也就是说，江毅能激发，我不行？没错。嗨，你早说啊！我刚才确实感觉到一股力量，怕你们大惊小怪，就自己压下去了。林峰，你确定？我们的手环数据全程监测，没显示任何变动。我意志力比较强嘛，刚才那股劲儿差点压不住，我才到处跑步散劲儿。林峰，再测一次，你能保证激发出药力？那必须的，20万不2的无所谓，主要是想帮你们搞科研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老师，林峰的速度在飙升，已经突破21米 S 了，23S、26IS、30S 了。这不可能啊！这已经是3星戒者的速度了，以他的身体素质，绝不可能达到，绝对是激发了 PDB166的全部药力。实验成功了吧？我果然没看走眼，这小子真能扛住古文明药物的力量。我宣布实验圆满成功，从现在起，林峰调整为计划序列 NO1，监控等级提升至 S 级，以后所有研究资源全部向他倾泻。实验结束，林峰，你可以停下来了。林峰，我说实验结束了，你停下，出来吧。我停啊，但是停不下来了。林峰，你别慌，我们马上想办法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老师，要不您也服一颗 PDP166进去帮他一把？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。我来帮你，等会儿听我指令卸力。不用啊，我装的，不然他们觉得20万赚得太容易，赖账怎么办？差不多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跑了我怎么办？江毅，你还在里面干什么呢？赶紧出来啊！哟，这不是江毅吗？半小时不见，怎么拉成这样了？
那个我还有事儿，你们20万什么时候打过来？已经在走流程了。在这之前，先跟你说一下后续的实验安排。还有后续？有报酬吗？当然有。多少？5万。10万，10万一次。20万。咱们钱货两清，你们出钱，我出身体，次次结算。好，我们答应。早说嘛！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工？别急，既然要长期合作，保密协议得先签。我再跟你说下实验的基本情况。我有个亲妹妹，昨天刚拿合同把我坑了一回，同一个坑，我绝不踩第2次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周安林，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以后由我跟你对接。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这种药能让人短暂使用易瘦的天赋？涉及到深层生物学原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普通补药靠激素提升身体素质，只能激发人体潜力，复制不了易瘦天赋。所以你们用的肯定精准物质不是激素，要么是从古遗迹里直接提取的，要么是按古文明资料合成的。我就随便瞎猜，你们随便听听。他绝不是只懂皮毛，搞不好对生物研究造诣极深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怎么突然讲故事？听完多给你2000。嘿嘿，早说啊！免费的知识不听白不听。10年前，一支科考队从江南市出发，前往天下003号古文明遗迹。那地方异兽横行，队伍里有顶尖研究者和戒指，一路打到了核心区域。那是一片圣域，没有异兽出没，却是生命禁区。进去的人从没完整出来的。进去一看，自己钱包空了。别打岔，让我继续说完。好吧，好吧，继续你的演讲。一开始以为是毒气生机都已被瞬间抽离，后来发现是这里的磁场。这跟咱们的实验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我们实验用的药方就是从那里面带出来的。吃下去不会也出事吧？都说了不会，别打断我。行行行，您继续。他们往圣域深处走了28小时，在一座山脚下停了下来。那天一道雷劈下来，直接把队伍里一名超越凌空境的戒者劈死。剩下的人慌不择路躲进了山洞，就在里面发现了古文明的核心，一个三角形的金属核。我们分析了里面的资料，才研发出了你吃的这些药丸。如果这些药丸能普及，人类就能批量获得易瘦能力，这就是实验的目的。欢迎加入，林峰。正式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江毅，是这个实验的总负责人。就你，很诧异？没什么诧异的，你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也跟我没关系，给钱就行。话说，你们就只挖出了药方？古文明遗迹总不可能就这点东西吧？你知道003号古文明遗迹以前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昆仑山。当年科考队进去，出来的人只剩1/3，里面藏着的秘密，以人类现在的水平根本探明不了。带出来的资料大部分被官方封存，只有药物相关的部分交给我们落地研究。你该庆幸自己能成为核心实验者之一。那能加钱吗？不能，20万还不够，你当研究经费是大风刮来的。那好商量，我不要钱的话，能不能让我去大厅敲点异兽材料下来？我对那个更感兴趣。这样吧，大考前你要是能突破3星戒者，我做主，送你一尊完整异兽样本。老师，那些样本都是研究所费尽心血搜集的，有的完整尸体价值上千万，怎么能随便送人？你有意见？没有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林峰，合作愉快。合作归合作，刚才讲故事的2000块先结一下。好，马上扫给你就是。还是江大研究员比较有实力。江大研究员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下次还有这种好业务，记得喊我哈。老师，这小子靠谱吗？他能完整激发古文明药剂的力量，天赋是够的，就算不靠谱，也只能顺着他来。那剩下2个原定的观察对象还要继续接触吗？你说的是原本排 No 1的顾长明 ，No 2的陵园。是，近期先接触着，多一个样本总没坏处。当年遗迹里的数字生命说过，必须带3名天赋异禀者进入核心才能开启传承。找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成了一个。老师，那数字生命会不会是骗我们的？应该不会，它是古文明筛选传承者的程序。003号遗迹的圣域就是保护传承地的结界。当年要不是我天赋达标，我们整支队伍都得死在里面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掏药粉把自己手卡进去的。你咋不连脑袋一起伸进去？要不带一晚上，长长记性。爸，好，我帮你拔，忍着点啊。
哈哈哈，就这么个破瓶子，你也能卡住？这控制力绝对不是普通4星戒者能做到的。吃饭，以后少乱玩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听到没？老爸的小事不是当年车祸就破碎了吗？难道恢复了？还是说他一直都在隐瞒实力？吞这个应该能开新小世界，但好像会暂时抵消其他异兽材料的效果。先放着吧，等攒够钱再试。这玩意儿太贵了，万一钱打了水漂，小世界也没开成，亏死。今天圆圆考2星戒者证，过了就有5万补药，还有每月补贴呢。圆圆起床啦！妈，我也去，我考1星戒者证。小峰别冲动，一次失败要等3个月，耽误大考可就麻烦了。哥，你有把握吗？有一点吧。不准去，等戒力稳在10.0以上再说。老婆，孩子想考研究学院，有保送名额需求，有锐气是好事，我支持。你当年就是靠这股锐气惹事儿。就这么定了。小峰，老爸帮你，考官我认识，打个招呼照顾你，但你自己别瞎搞事儿啊。放心吧，爸。哟，小玲，好久没见了。老李，今天是你主考？是啊，今天我盯3场。怎么，你这是挖到好苗子了？哪能啊，是我家俩孩子来考试，一个考1星，一个考2星。2星是你闺女吧？她有这水平我不意外。可你儿子怎么都要冲1星了？所以这不找你念叨念叨吗？小子离1星就差临门一脚，就是实战经验少。你想让我，还是你小子懂我？说吧，要我怎么帮？后门不用开，就是最后一关异兽实战的时候，你多照看着点，别让他伤着就行。行，这都小事儿，咱们多少年交情了，这点忙肯定帮。都打点好了，小峰，还有半小时1星考核开始，身份证和资料都在这儿。这不是姑姐吗？这么巧，阿梅你也来办事。我带我儿子来考1星戒者证，你们这是来测戒力的？是圆圆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要考2星了。顾姐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还太早，原先阶段不考虑这些。别呀，你看我儿子也很优秀，今天也考1星，过了稳上江南高等学院。俩孩子处处，咱们当亲家多好。加，必须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妹妹手机没电了，要不我加您？你谁啊？一边去！我再说一遍，他手机没电了，听不懂。顾姐，这是你儿子啊？今天陪妹妹来考核？不，我今天也考1星。顾姐，你儿子戒力达标了，我记得以前才1点几，之前办公室里还有人笑话呢。小峰最近进步快，带他来试试1星考核。1星考核？天阳，他跟你一样呢，你也是，肯定是补药吃少了。明天妈给你买红艳 X， 直接吃到2星。阿姨放心，这个弟弟我认下了，等会儿考核我多照顾照顾他，小孩子调皮点正常。行啊，不过谁照顾谁还不一定呢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等会儿看你表现。儿子，别跟他置气，拿到1星证书最重要，别受影响。行，爸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把他干趴下，保证不影响考核。儿子，你还年轻，别动不动就树敌，敌人多了没好处。老爸当年就吃了这个亏。爸，你的意思是等晚上没人了再偷袭他们，对吧？1星戒者考核即将开始，请考生前往 A1 区考场候考。老哥加油！你要是没过，这个月家里零食全归我。说的好像我过了，在家能吃到零食似的。过了的话，我分你2口。敢惦记我妹，等着瞧！1星戒者考核现在开始。小刘，把考场数据说一下：1. 凭身份证准考证入场；2. 考核戒力反应实战3科；3. 按抽签次序依次进入独立测试房，不准结伴，不准泄露成绩，违者取消资格。5号考生，警告一次，不准向其他考生传递信号。李老，这一批最好的考生，戒力12.2，反应测试 B 级。谁？就是刚才被您警告的那个红头发小子。等会儿12号考生，你们多照顾着点。老朋友的儿子，戒力可能差点，估计没到10.0。小事儿，他刚好分我考场，有我盯着我没问题。12号考生，准备测试。又是个关系户，估计戒力都不达标。等会儿酌情松一点。初值3期攒次，全力数值666公斤，最终全力成绩666公斤。还以为能再长20-30公斤呢。12号考生，接下来测试速度。恭喜第12号考生，综合戒力等级测定为18.3。什么？戒力18.3？
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？有哪里不对吗？你肯定走过考场了，你这成绩应该去考2星，还来考1星干什么？可是我还没有1星证书啊。确实，18.3离2星门槛还差一点，但你这水平来考1星，纯属来炸场子的。行吧，按规矩来，戴上护目镜，上第3台机器测反应速度。好。我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考核即将开始，红光灭3秒后将发射塑胶子弹，请尽可能躲避。怎么回事？机器故障了？不是，他怎么还往胯下打呀？他是让你躲，是让你用分数接，已经浪费20秒了。科目2反应测试评定 B 级，B 级居然还不错，开头不浪费那20秒，稳上 A 级。行了，出来吧。考官还能重考一次吗 ？B 级也太没面子了。当买饮料再来1瓶呢，赶紧出去，再闹算警告处分。李老也真是，这种水平还要我开后门，合着我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。13号、21号考生借力严重不达标，取消本次考核资格。我就差0.8，让我再测一次，肯定能上10.0。每人仅限1次机会，想考就等3个月后再来。老头子，别这么不通人情。13号考生违反考场纪律，取消成绩，1年内禁止报考。小刘，带出去。OS 理科人是混沌境强者，只有混沌境才能把小世界力量具象化到这种程度。其他人跟我来，去星馆地下2层进行实战考核。实战考核时长1小时，对手是编号463星角鹿、455尖刺犀牛、406猫身虎，带回完整星鹿角、10斤尖刺犀牛皮或是1节猫身虎尾。就算通过，每人领1枚警报手环，遇到危险立刻按响，考官会第一时间救援。怎么有种破烂的感觉？你考核失败，现在就离开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这是救命手环，每人只有1次机会，谁按响开关，谁就直接出局。另外提醒你们一句，实战考核的死亡率是5%，因为总有那么蠢货，宁可丢命也不肯求救，失败了3个月后还能再来，命没了就真没了。我不希望今天有人横着出去。好了，现在去选武器，选对了事半功倍，选错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这里大多是1、2星异兽，深糊糊得避开。星角鹿和尖刺犀牛的材料最值钱，正好白刨一波。新手用枪只会弄巧成拙，普通子弹根本破不了异兽的皮。武器选择完毕后，进入考核场地，考核3分钟后开始。实战考核正式开始，时长1小时，可使用一切合法手段，严禁考生内斗，恶意伤人，按戒者律法处置。什么？跟猴子似的！别管他，赶紧找异兽拿材料通关。1星戒者根本杀不了成年尖刺犀牛，这群新手要吃亏了。这群小家伙不知道多久才能摸透实战的关键，已经有人开始抱团了，不算慢。每年把异兽难度往上调一点，就是要逼他们学会合作。围墙外真遇上异兽套了，独行侠活破败。救我！爸爸来了！凌风，爸爸走了。混蛋！别过来！你想害死我们！我操！爸爸来了！凌风，你恶意攻击考生会被取消资格的！放屁！老子这是在救你！为了你这个不孝子，爸爸没少操心。好得很，这次就不和你计较。这就对了嘛！放心，下次有难你爸还会出手的。你小子，等着！这个仇迟早要换回来的。还有你这个丑东西，3番2次的追我，信不信我把你做烤肉吃？啊，不是，犀牛哥哥，
刚刚和你开玩笑的呢，你别当真啊！我娘个亲娘嘞，这弄啥呢？这是，爸爸又来了。此时此景，为啥如此熟悉呢？爸爸又走了。这玩意儿一直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，给他解决了。好强的力量！这头尖刺犀牛，戒力估计都到25了。刚才全力一锤，竟只砸破了瓢皮，没伤到根本。都滚开，让我来！好好的打他屁股干什么？让你跟我叫板，让你嚣张，让你惦记不该惦记的。林哥，我知道错了，别搞我了，我叫你爸爸还不行吗？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听不见啊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别玩我了啊！也是时候干这头尖角犀牛了。在迷途知返，爸爸很欣慰。编号455尖刺犀牛，尖刺硬度高，能做武器，皮可以做护甲，赚了。难怪这么猛，合着是头犀牛王。老哥，我们刚才也出力了，能不能分点材料让我们交差？自己做的去，别占我便宜。不是，我们说的是犀牛尖刺。老哥，任务只要10斤尖刺就行，这根敲碎了够我们所有人交差。行，材料可以分，但你们得帮我把尸体处理了啊！任务只要尖刺啊！我想吃牛排了，不行？老哥，不跟我们一起吗？怎么够你们交头了？还有30多分钟，赶紧去找星角鹿。看来我养的这头犀牛王够这群小家伙喝一壶的。2星戒者都不好对付，他们能逃出来就万幸了。切其他画面，找找好苗子。等等，李老，不对，您看他们手里拿的是尖刺犀牛角，距离太远，角度也偏，辨认不出身份。废物！抓一头补上，盯着屏幕，有好苗子立刻记下来。对了，我让你关照的那个考生在里面吧？几号来着？您没认出来？我只记了编号，哪记得住脸？他人呢？怎么找不到踪迹了？希望能成功开出新小世界。融不进去。我辛辛苦苦杀的牛牛，你不给融是吧？信不信我拍烂你？没属性没天赋，合着是个垃圾异兽。早知道多割点肉了，现在回去又太危险。还剩30分钟，抓紧时间再搞副星鹿角。不错，你们3个通过考核。孩子们，记住今天的经验。人类不能再内斗了，30年前的大灾难就是教训。我故意放了单人根本打不过的异兽，就是要让你们明白，团结才是活下去的根本。围墙外，没有谁能当永远的独行侠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别冲动，是自己人。不好意思，杀多了点，觉得浪费就都扛回来了。这是。不，材料啊，不好意思，杀多了点，
觉得浪费就都扛回来了。考官，您不是说没人能当独行侠吗？那他是什么情况？规定不允许带出这么多异兽材料。可是考官，我查过考核细则，说是可以自带收获，安全性自负啊。李老，细则上确实写了可以带出，后果考生自行承担。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考生？借力测试的时候你就没看出问题？李老，他是您指定要重点关照人的关系户啊。什么关系户？就是他12号考生林峰，您说老朋友的儿子，让我们多照顾着他。这小子就是林师胜的儿子。不对啊，那混蛋让我照顾他儿子，说什么差一点到1星，让我多照便，这叫差一点儿？这比普通2星戒者都猛。考官，我这算合格了吧？你什么合格了？实战考核啊。合格，真的是太合格了。考官，要不要带点尖刺犀牛肉回去？刚杀的，特别新鲜。贿赂考官，警告一次，再有下次，直接取消资格。不吃就不吃，凶什么凶？赵天阳那个家伙呢？考核剩余1分钟。看来这5个是要失败了。有人遇险，小刘，立刻救人。是。考官救命！有一群牛马追我！哼，连一群牛马都搞不定，真是废物。水、火、金，3种元素小世界。滚！光凭气场就吓跑了异兽。努力觉醒自己的小世界，你们也能有这份本事。混沌境就能把力量具象化到这种程度，可我的小世界都在识海里，不在丹田。这次没过，3个月后再来。本场1星戒者考核结束，所有人跟我出去。回头得找林俊长问个清楚。小伙子实力不错，再过2月直接来考2星吧。还差得远，马上大考了，练2月绝对够。到时候来找我，我叫刘源。谢谢刘考官。你走楼梯，别跟我们挤，超载。等我有钱了，就在这儿修2座电梯，一阵我自己坐，一阵让他们挤。1星戒者考核已结束，请各位家属前往 A1区出口等候。结束了，也不知道小峰怎么样，我不求他过，只求别受伤。老婆放心，小峰随我，机灵得很，有危险跑得比谁都快。就是随你我才担心。哟，顾姐，你们也在这儿等啊？就一个出口，不在这儿等还能去哪呀？你们怎么连疗伤药都没准备？实战考核可凶险了。我家田阳虽然优秀，我都给他备了好多呢。要不我分你点儿，这一瓶1万多呢，可贵了。你们家凌风借力低，搞不好缺胳膊断腿的，正用得上。你说谁缺胳膊断腿？不会说话就别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心直口快。你再嘴贱，我就没那么好的修养了。到时候失礼了，你多担待。不就是几句玩笑话，至于这么凶？真小气。天阳，怎么样？受伤没？妈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哭什么？只要考过1星就行。妈，1星考核我没过。怎么回事？都是凌风害的，妈，你要替我做主。顾凡月，我儿子这事儿，你们必须给我个解释。小玲，你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们想去哪儿？我儿子被人欺负了，不解释清楚就想走？我是本场主考官，你有意见？
考官，您得给我做主啊！我儿子是被人使绊子才没过的。你儿子失败跟别人没关系，一是选了最没用的手枪，二是胆子太小，被一群铁脚牛马追得满场跑，怪谁？就是林峰给他使绊子，他故意针对我儿子。林峰，我能作证，林峰哥是好人，你儿子没过反倒赖人。要不是林峰，你儿子早就重伤抬出来了。我儿子救了你儿子，你反倒倒打一耙。我家林峰借力是差点，但品性端正，从不贪小便宜，更不会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。爸，我把咱们家半个月的伙食都搞回来了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啥？林老哥，这家伙说自己考核失败，全是你害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要不要报警让安全局来查？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你儿子诬陷我家小峰，这官司我跟你打到底。你们给我等着！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老李，啥事儿啊？还专门拉一边说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给林峰吃了什么好东西？什么？吃了啥？别跟我装傻！不给他砸天价补药，他借力能到18.3。你说小峰借力到18.3了，还装？当初说什么让我照顾着点儿，结果他靠18.3的实力横扫市场，杀了小半异兽。我看你拎牛肉眼都不眨，合着早知道是吧？那不是红毛野牛肉吗？那是尖刺犀牛肉。编号455，实力15.0到25.0，你儿子连我养的犀牛王都给宰了！我操，我儿子这么猛，还演？他这水平都能考2星了，非要挤1星考场，以后少来拜托我，我心脏受不了。行了，出去吧，我还要主持2星考核。妈，我来了。圆圆到了，先坐等会儿你爸。圆圆，老爸说牛肉不够分，你多带点回来，今晚全家吃烤肉。好，老哥放心。来了，老林，先坐。2星借者考核即将开始，请考生前往 A2 区考场候考。小刘，快把2星考场的蛮牛兽全换成铁蹄磨羊。2星借者考核结束。那是恶魔吧？10几只铁蹄磨羊，几分钟全杀光了。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都得被殃及。长得是真好看，就是不敢追啊。不会就是圆圆吧？应该不会，圆圆品行好，不贪小便宜。那她跟我一样贪大便宜呢？老婆，你不会偷偷教了圆圆道术吧？就一点点，真没多少。爸妈，老哥，快来帮我，拿不动了。伤口是非常纯粹的刀法，不像是2星借者能使出来。那女孩天赋极强，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。把尸体处理了吧，明天跟我去城外再抓点牛羊回来，不然都不够他们杀的。对了，那女孩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凌媛。凌媛，又特是林长胜那混蛋搞的鬼。谁他妈骂我呢？李老，清理队伍已经到门口了，现在开始搬运吗？这份给你武叔叔，这份给郑老，这份给圆圆班主任。短时间内别来考借者了，李老头肯定已经防着我们了。尖刺犀牛凝出来的小世界没用，星角鹿、猫身虎的材料黑球又不肯吞，胃口还挺刁。手上还有10几万，全买这个也不够开一个完整小世界。融雪天赋不错，先跟黑球融合也不亏。
成了，天赋融血。36次溶血，差点把我自己吸干了。这东西成色跟红宝石似的，发财了！小峰，你看见我昨天放的羊肉干了吗？怎么少了这么多？妈，我没看见啊，说不定是圆圆半夜偷吃了。这孩子大晚上吃这么多，我去叫他起床。老郑，你起得挺早啊。没大没小，老郑是你叫的？前2天让你跑了，上午跟我训练，大考前必须把闪电5连辫子学会。老郑，你这么急着让我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姓马呢。你要是学不会，我让你姓驴。前4鞭先打一遍，我看看你差多少能冲第5鞭。老郑，我要是5鞭全打出来，以后你就不找我训练了。行，你别好高骛远，第4鞭都还勉强，就想第5鞭，没半年想都别想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准耍赖。我就不信你过个周末实力还能飞天了。第3鞭硬扛不行，开地魔小世界。这不可能！老郑，5鞭打完了，约定作数吧。小子，你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兄弟？以前来的是弟弟，这几天换哥哥来了。老郑，你这毛病，医生怎么说？你特么才有病！怎么还急眼了呢？我坏了还是机器坏了？怎么直接蹦到20多了？老郑，那我可以回去上课了。去吧。老郑，又咋了？就之前那学生，今天早上把闪电5连招打出来了，戒力都20.4了。不能啊，他天赋真这么邪蛮？赵天明不肯信，只能找别人问问了。我听说林峰周末去考1星戒者了，真的假的？他上次才9.9吧，还差一点呢。估计没过，1星考核死亡率可不低，还不是靠家里砸补药堆的，不然能长这么快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。班长，你伤好了？小伤而已，家里给我配了进口补药，刚从心管测完，戒力直接到7.0了。林峰，我伤好了，敢不敢再跟我比一场？全校都传开了。怎么了？林峰戒力都9.9了，周末还去考了1星戒者，6班陈星瑶6.0，之前想挑战他，直接认输了。你要挑战？行，什么时候？开玩笑的，别当真。我手臂还有伤，挑战以后再说。现在还有机会，以后可就真没机会。爸，院长，您找我们？找你们商量保送名额的事儿。先跟你们说个事，林峰同学昨天已经通过1星戒者考核了。
院长，我凌峰不跟你们争江南高等学院的名额，2个保送名额还是你们俩的。院长，咱们之前说好的，我要研究学院的保送名额，全校都听见了。放心，给你办妥了。真的？本院的名额没了，但我托了江南第一中等学院的朋友，匀了一个名额出来，前提是你们3个得一起参加一场校际交流赛，这是对方的要求。你们拿到名额，凌峰不用占高等学院的位置，你们俩也能保送，两全其美。院长，要求是什么？要我们赢？我们怎么打得过江南第一的学生啊？这个你们不用管，好好准备就行。没把握我不会让你们去。就这么定了，周5比赛，还有几天时间，回去好好训练，别给学院丢人。满意了吧？江南第一中专学生实力强，顶尖接近2星，陵园不算最强，我借力20.4，想稳胜需要提升到25.0。找江毅卖掉晶体换资源，鸿雁小世界卡在10%，无法熔炼新材料。郑前辈，前线实在告急，我们才厚着脸皮来求您，请您出面牵头吧。退伍老兵里，您威望最高。不是我不帮，让我自己重上战场没问题。其他人，我没法替他们做主。郑前辈，情况越来越凶险了，看在保护市民的情分上，您就试试吧。我们也不想让老兵们冒险，可江南市快守不住了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多谢郑前辈，那我们不打扰了，先行告辞。出来吧，我都看见了。我是老了，不是瞎，这么大个人看不见。老郑，我就是路过，你别抓我训练啊，咱们说好的。我看见军车了，他们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军方的人想让我出面，把退伍的老兵集结起来。您还有这能耐？我砍死的异兽比你杀过的鸡都多。我本来就没杀过鸡。我当年带过一个连，退伍后大多散在江南市，不少人底子厚，所以他们才来找我当说客，劝大家重上战场。重上战场？出什么事了？还能是什么？墙外异兽数量突然暴增，前线小队遭遇了多次受潮，实在顶不住了，他们才求到我这儿来。老郑，墙外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大灾难那年，人类5大势力只顾着内斗抢资源，谁都不肯顾全大局，直到赤道附近的传送通道彻底开启，海量异兽从南域那边涌进来。一开始没人当回事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异兽已经越聚越多，屠村毁城，人类这才被迫联手组成联盟。可早就晚了，最后只能退守大型城市，建起高墙，才算勉强稳住防线。墙外是我们曾经的家，是早晚要夺回来的地方，但现在那儿就是异兽横行的地狱，是活人紧闭。2级兽潮就能磨死大批混沌境、凌空境的强者，1级兽潮连顶尖强者都可能陨落。这1个月，2级兽潮已经爆发了15次，一次比一次靠得近。真要是冲破了高墙，全城人都得完蛋。异兽的恐怖，不是墙里长大的人能想象的。这就是我的过去，要不是当年营长舍命挡了一下，我早就埋在墙外了。那边超过4星的异兽多的是，没觉醒自己的小世界，绝对不能出去。遇上编号前200的异兽，基本就是必死。那上次的地貌兽是怎么回事？地貌兽性子温顺，只吃岩石，不主动招人，防御力是强，攻击力却弱，一巴掌都拍不死2星剑者。我说呢，难怪他当初没拍死我。我他妈就知道那头地貌兽是你宰的！老郑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你小子今天把话说清楚，别想走。要不你说我是听吧，我那个算是我的心里有所，喜欢还没关系。一个转学生，随身带管制武器，这个江毅到底什么来头？好像是星艺研究所的，底细我也摸不准，总觉得怪怪的。晚点我问问宋院长，他肯定清楚。老郑，你跟宋院长什么关系啊？感觉你们不一般。我欠他死去的爹一条命。
好啊，你小子果然在这儿翘课，班主任到处找你呢。你撒谎！我转学的时候给了他大红包，他敢多嘴，我就举报到院长那儿去。来找我是想做下一轮实验，正好新做了一批药丸，有草莓味的，吃可以。你先吃半颗，我看看。先进来吧，我让周安林准备实验。对了，问你个事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红艳血维花的鲜血精华，品质还不错，能提伦做高阶补药。值多少钱？这瓶我帮你走研究所渠道收，价格上浮，一颗15000到2万。可以。你们以后还收吗？你还有，还能量产？